嘞后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啊！终于有一辆 Ford Fiesta 1.6S， 就是 Sport 的版本来到我的前面这儿了哈。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主 ，Hello， Manlok， 早上好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 follow 他的车的 IG 啊，刚刚开了不久，来2张照片是吧？对。阿姨的车哈，对，就是给她驾了到现在，然后要修的就以修来改装。Fiesta 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，以前是蛮多，因为大概新车也80千左右，然后马路上看到很多。但是最近呢，因为10年了啊，很少在马来西亚见到了的。直接竞争对手是比较208啦，我们也称为在外国的 MyV。我也好奇这辆车开起来会怎么样，因为毕竟这辆车是一个 6-speed DCT Dry Clutch， 开起来的感受是怎么样，我们再去看看啦。啊，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呢，希望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等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好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Ford Fiesta 呢，在1976年开始生产第1代，然后已经到了第7代，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已经断产了，所以现在在全世界你买不到最新款的 Fiesta 了。在我们前面这辆比较火红的，马来西亚看的比较多的，这个就是第6代的 Ford Fiesta 了。在马来西亚有分为2种，一个是 Hatchback， 一个是 Sedan， 但是 Sedan 是后期才推出的啊。这款有 Facelift 和 Pre-Facelift。Facelift 的话，它是一个1.0 EcoBoost， 有比较麻烦的问题，先天性的 Overheat issue。可是这一辆是 Pre-Facelift 的1.6公升的自然吸气的引擎，当时它有卖着1.4公升的 LX 版本，它是手牙版本的 5-speed manual。这一款1.6有2个等级，一个是1.6 LX， 还有1.6S 6-speed 的 DCT Dry Clutch。在外国版本它有几个款式的，我还看到最搞笑就是有 van， 你会看到后面没有门的。再上一个等级叫 Fiesta ST， 它是双门的1.6公升的 Turbo 手排版，那个我之前有试驾过啦，你们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。这是它的钥匙啊，它是有这种伸缩性的，如果你要开启后面的尾箱是扣着。我相信它也不会比起马来西亚国产的 MyV 还是比较逊色了一点。还有一个 spare tire， 它也可以做64椅背倾倒。Fiesta 的后座空间呢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我记得它又直又硬哈，这是比较欧系车的那种设定。我身高173，腿部空间几乎没有了，头顶上大概1个拳头2个手指的高度。里面这边都是硬质塑胶，坐垫会比较偏硬一点点，尾部支撑都不够，因为很短哦。头枕方面是真的是非常的硬，如果坐长途的话有点不太舒服。后座空间真的是比较差了一点哦，没有手把，后面有一个挂钩。前面的椅子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个，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，所以坐在前面这里的话都 OK。哇，你看腿部支撑还不错，腰部支撑好像有东西在夹着你的话，我觉得很舒服。是在 Fiesta 里面，毕竟它不是像 Focus 那种等级，它比较平民化的。外国好像是不到2万就可以买到这辆车。新手入手的话，都会选择 Fiesta， 有没有？空间是败于它设计成这么凸出来。如果它不做这么凸出来的话，它其实内部空间都是会比较大一点的。这种冷气啊都是旋钮式的。诶，视野还不错，因为它的镜子很大，只是说后面的窗口会看得比较小一点的。因为有些东西是要修嘛，好像比如说避震器坏了，它就直接换。所以它是用这一套01的 SSR 550，大概调整的3根手指的高度也不会很低哦。轮胎还是用回一样的尺寸 ，Toyo Proxus TR1 1950R16寸，原装的16寸呢换成了 Rega Master，Honda 用着的 Spoon 一模一样的 design。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点就是。这辆车有 capless， 也就是说它没有盖的，你直接把你的油枪直接打进去就可以了，手指插不进的哈。这
这辆车的安全配备还好，当年来讲 OK 啦，有 ABS、EBD、Brake Assist、循迹系统、防滑系统全部都有，它只是2粒 airbag。这辆车的二手价钱呢，大概是2万块左右啦。反而1.4公升那个价钱跟它一样哦，1.4那个手牙版本会比较保值的，比较少了一个头痛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最怕就是 DCD 的，没有 HID 也没有 LED， 也没有 projector headlamp， 都是 reflector。它没有无钥匙进入，没有无钥匙启动，可是只要你的钥匙一锁上了之后呢，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收叠。这一种岁月的痕迹啊，欧洲车很反呆的。如果你在同年龄的日系车里面呢，它没有这么快掉色。side mirror 的调节在这儿啊，很特别，放在手把这边。双方的椅子都是没有自动调节啦。先打着引擎。Muffler 就有换过 HKS 的朋友送车主，帮我踩一下油门。没有 red car， 电子助力方向盘。现在 parking 的时候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轻。方向盘呢是可以调整上下，不能前后，有一键闪3下。打开头灯是在这边，前雾灯、后雾灯，配搭着6速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。有 D 还有 L， 还有一个按钮是按这边的话呢，它就会显示这个橙色的 logo。下山的时候用的，它可以尽量维持在第1速档。可是就可惜了，没有加减的模式，也没有 pedal shift。有一个 pocket 放卡没有问题的。Alright。这个脚灯原装是有的诶，不用后期改装。打开引擎盖的方式在这儿，1.6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，它是叫 Sigma 啦，可以产生这120 PS， 还有152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在405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出来的。听说这 ABS module 是常常坏了，加了2年是还没有啦，可能之前换过了。Plug cable 有坏过，所以就直接换了 Aerospeed 的 Plug coil 啊，那些也是有坏过，所以就直接换了，基本上也没有改装了，原装到完。车身轴距为2489mm， 长度为大概4000mm， 宽度为大概1720mm， 高度为1495mm。它的重量啊大概1200公斤里面。那我们去试驾 ，Let's go。这种拨感的质感呢是蛮，然后放开那个刹车之后，它的那个声音马上嗡一声，是因为它的 clutch engage 了，所以它也不像我们驾的 Proton 的 Punch CVT 那种迟钝啊，这个一放开它就马上 engage 那种感觉是相当的快哦，就好像你今天驾着 Golf GTI 那种双离合变速箱一样，反应是很快的。可是就这个方向盘很轻一下哦，我们在这种城市穿梭的话，我相信是很好驾的哦。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拉到3000转呢？是不是因为你的脚比较重啊？我一拿车，它就是会拉比较高转一点。是哦，我就觉得这1档2档的时候3000转好像特别高。我可以跟你讲哦，这辆车底盘真的是很扎实哦。我先不要说它的避震器啦 ，SSR 550怎么说，这个 adjustable 都是相当不错的。可是我又觉得这辆车的底盘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它加起来呢会比208来的扎实一点点。OK， 然后车身的轴距差不多啦，可是加起来的那个 handling 怎么样呢？我们真的是要上山才知道。因为我在看到外国很多人车评来讲哦，都对这辆 Fiesta 你一定要去试驾。我还是第一次开 Fiesta 普通版本 ，ST 我驾过，可是我没有驾过上山，所以我很难说它的这个操控怎么样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它的1.6公升的 Turbo 真的是动力很棒，因为它是 manual。还可以 remap， 大概180匹哦，那辆车哈，档位显示竟然在上面这边，可是呢，中间这边一个洞我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嘞，是不是一个 sensor 来的？你是在偷看我？比208好一点，所以这辆车你一般上是打多少liter打满的这辆车？打70块9570块，然后你可以行驶大概多少公里？轻脚350，中脚320这样。可是如果你市区驾驶的话啊，这个 6-speed DCT 塞车的时候是不是？看它转速啊，它要高不高，要低不低这样哦。然后当你慢下来的时候哦，它好像又1档还是2档，模糊不清啊，我不懂它要做什么。塞车的时候走一下停一下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这样真的是缺乏了一样东西，就是 manual mode， 真的，它就好像一个手机，你看打到signal没有？没有signal的，它就好像一台手机我给了你一个 iPhone， 然后我没有互联网给你，
的那种感觉，不能上网。它就有一个 L 啦，当我觉得 L 的话，就好像会哇，它会红线才换呀。它就一直拉到那个红线才跟你换牙，就不会好像，就好像你看我现在顺一点，稍微高照它不可以的哦。哦吼，所以它的 L 其实不是 low， 它是真的是 all the way spot 到红线才升档。我靠，这辆车就没有水温表啊，我有一点，在哪里看呢？没有。这样我要讲知道水温上了嘞。我觉得这辆车会比较合少数人的口味，因为这样讲啊，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这样体积比较小的车，他们都会觉得不如我买 MyV 就好了哦，省心嘛，是不是？因为当时80多千很贵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二手价对虽然是便宜，可是你可能要预备一笔费用去维修。之前有一位粉丝就私信我，就问我，Adrian， 我想要买一个 Fiesta EcoBoost Team 啊，3万块里面的，可是我想要买那辆车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就问他一句话，我就说，因为我看他很年轻嘛。我就问他，这样你有没有一笔费用储备金来修它呢？他就说没有。我说那你不要碰好了，你去买 MyV 更好。买 MyV 买热系车。因为阿西亚跟 MyV 它讲它的 spare part 都会便宜，容易找，加上它的维修啊也不会难，它也没有这样多电子啊那个 sensor 的东西。比如说这辆 Fiesta 呢，就可能会有那个 ABS module， 那个真的是很贵哦。ABS sensor 呢，这种回老车。ABS 是随随便便一粒都原装可能100多块一粒哦，你4粒起坏的话你也会吃不消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这种资金，你有这个本钱可以去，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还是不要碰。或者买1.4，因为我进那些 Fiesta 的 Facebook group， 他们是讲1.4比较 reliable。这样也是啦，因为压箱的问题啊，所以 low clutch 还是会爽一点，可是你要给出的付出多一点。换 clutch 的话，2片多少钱呢？整个 clutch kit 8000，加 label 加 fluid， 很够力了。是一个0到100，所以我要放 L 是吧？都可以，一样的。其实它这个 button 按了会下山的时候用会什么用处？很像 overdrive 这样。哦 ，OK， 这样我超车的时候用啊？也是可以，超车也是可以。哇，这个 L 直接把它，不过它没有 L 这样够力啊。很够力耶！我觉得这个 L 真的，一拉就真的是非常的 low gear。OK， 这样我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，踩完。我听到发烧嘞，后面又没有聊哦。它操控真的是很棒哎，很会 handle 到这个高速的弯。OK 啦，够了啦。所以最快的速度你拉到去多快的这样子？这辆我拉过最快180。所以现在是6号牙了啊，还没有。所以我行驶这大概160 km/h 的话，大概3600转。其实蛮低一下的话。行驶这140大概是3200转。如果在3000转的话呢，130，所以对于这种小车来讲，它的转速是蛮低一下的。然后这个电子方向盘呢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在我高速的时候呢，它的力道刚刚好，不会太重，不会太轻，所以它会 adjust 啦，在低速的时候它会轻一点，跟着高速的时候呢，它会重一点，让你有这个信心。刚刚我一把 brake 松开，我一脚油门踩下去，你很明显感觉到它正在 engage 的那个 clutch 所以你要给它一点时间，有一点像 turbo lag 的感觉。可是它的动力来的接得非常的快，尤其是在1档的时候呢，很短，就是直接上到大概50-60 km 它就升第2档了。你要讲它的换挡非常的快，其实 no， 它不像 Golf 这样子 ，Golf 是变态的。这辆车就大概是比 Golf 少一个30-40% 的一个快度，可是它就是比我们的 Proton X50 跟 X70那个来得更快哦。可是我佩服 Ford 的一点哦，我驾了 Focus ST 啦 ，Fiesta ST 跟这辆 Fiesta， 它的内饰它没有什么杂音的，没有那种滋那种的，我觉得它组装到非常的棒哦。它的用料上面，虽然很多这种 hard plastic， 可是它至少没有给你咔咔咔咔咔咔那种声音，所以只有这里有一点点而已，就这样。我可以试一下那个button按下去，可以。它是一个好像下坡的一个。
button 我们一下，你踩 brake 它会没拉边。我试一下。可是它就是一个下坡的一个那个标志哦，它就会 hold 着牙的。啊，它会 hold 着。所以如果我等一下下山是可以不用 L 的啦，用这个也是可以的。L 它反而会拉着一号，不要换。是哦，会很辛苦，我觉得。可是它很聪明啦，我在上坡的话呢，它都会 hold 着那个档位，让它高转一点点。还有，真的，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 torsion beam， 可是你不要看小这个 torsion beam。小车 torsion beam 的调教也是很可以的，管它什么独立式跟非独立式，只要你开起来你觉得好开是就 OK 了，我觉得。因为有些车厂啊都会有自己一个黑科技啊，它会可能在 torsion beam 那边会改善了一点点东西，可能加一个bar还是这样啊，让它比较没有这么耸动啊，还是总之它有做它自己调教啦，所以 torsion beam 的车有些会开起来都很好开的。还 hold 着那个牙的，我还是要按这个 button。哦，它又降压了。所以等一下我上山还是用 L 会比较好，因为它真的是拉得很高转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辆车就是缺乏了那个手动挡模式，就这样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要给。哎，你不是给那个加减啊？对，那摩巴这样。它是在挡过那边加跟减，还是别的是会比较爽一点。可是好过没有啦，那个哈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车就来到这啦。铁粉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在干啥啦，我们就会把这辆车给开上云顶上面去啊，看看这辆车的这个性能。OK。非常感谢马洛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哈。OK，空是有点冷啊，这样子不错。改了这个 Rega Master Rim 哦，看起来像什么呢？有一点像去 Rally 哦。好了，各位好，影片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啦，拜拜。